这是我抽机票盲盒最离谱的一次。头天刚落地，第二天机场没了，所有航班取消，机场停运了。主打的就是一个有去无回，所以今天咱们就讲讲河南信阳，一个来了你就别想走的城市。说回落地那天，北京可是40度的高温，但是信阳出乎意料的还挺凉快，所以一到市里我们就果断弃车。最近那 City Walk 不是特别火吗？我们也来一个，遇着路口就猜拳，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。第一站我们就溜达到了一个热干面。哎，你别看信阳是河南的，但它挨着湖北，所以这儿也有热干面，只不过跟我上次在荆州吃的不太一样。它这儿的面条更细，麻酱更稀，也更咸更辣。没想到这信阳人民还挺重口。下一站，第二站我们溜达到了一个胡辣汤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胡辣汤长这样。原来一直以为是黄花菜木耳那种，没想到长得像罗宋汤和南瓜粥的结合体。这个是鸡肉还是牛肉？喝起来有点像红烧肉炖海带，也是咸辣咸辣的。连着吃了2个咸口的，我说咱喝个蜜雪冰城缓缓吧。不是蜜雪冰城的广告啊。结果发现蜜雪冰城也是河南的品牌。再往前走又买了个鸡蛋灌饼，谁能想到鸡蛋灌饼的发源地竟然也是这儿，河南信阳。我说这河南可够低调的，溜达这么一会儿长了这么多冷知识。想着想着就走到这市河边了，还正好赶上桥上亮灯，晚霞也特别美。河边的小摊贩也都出摊了，放眼望去，卖食凉粉的最多，有多多呢？黄四、老一、七这个老又一个黄四、莹莹、金华、四妮儿、三甲、苗苗、公英、王老婆、于记、于老大，全是卖食凉粉的。我说这有多好吃啊！这么多家开一块也不怕打架，我就找了一家规模最大的坐下了。它有点像果冻，但它调味的方式是加白砂糖和薄荷水，清凉爽口，好吃到我都没有注意到有人在偷拍我。那个啥，我有点头秃，下次拍我记得帮我 P 一下再发，谢谢啊。除了食凉粉呢，河边还有好多这种茶座，信阳毛尖特别出名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我也是没想到大晚上有这么多人坐在这儿喝茶，也不怕睡不着觉，但确实挺舒服的。小风一吹，小茶一喝，瓜子一嗑，往后一躺，喝个茶感觉能把自己喝醉了。怪不得他们说信阳是永久宜居城市，活在这种地方，这幸福指数能不高吗？慢慢走，宝贝儿啊，注意安全，别用车。第二天呢，我们就进山了，来到这个信阳毛尖的发源地，准备去尝一尝100块钱一杯的毛尖茶是什么味儿。因为知道要采茶，所以我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巨大的帽子，谁也别想晒着我。我是没被晒着，整得别人怪社死的。漫山遍野的茶田超级美，就像一幅画，而且很整齐，修剪的就像外星人来过一样。我在里边呢，也像个外星人。晒了一会儿，实在太热了，我们就说去山顶喝现成的吧，我也不采了。然后发现这100一杯的和30一杯的确实不一样，贵的泡出来的水确实更浑，喝起来也更顺滑、更醇香。这出门采茶最怕晒黑了，你们以为戴个草帽就够了，其实这晒后的护肤更得重视起来。之前我就说过这个极光精华白白效果特别好，然后我发现叠加这个小黑瓶一起用，白得更快更好了。先用这个小黑瓶修护健康屏障，再用极光精华改善粗毛孔和痘印儿，这样皮肤白嫩的更快，还不怕反黑。出门旅行一戴，早晚一抹，黑白搭配，效果加倍。下午我们又去了号称中原第1湖的南湾湖，它有12个西湖那么大，在地图上看就像个巨大的八爪鱼，实际上也是广阔无垠，坐船上能坐睡着了。这儿还有很多野生的猴子，跟花果山一样，只不过比花果山的要更听话一些。可能是因为他们这儿有猴子的拘留所，连偷情都不让，管得也是挺严的。离开南湾湖，我们又去了鸡公山坐小火车，木质的小火车在山野间缓慢地行走，路边的野花黄黄的，有着蓬勃的生命力。探出车窗望望，感受着山野和树林的气息，你就感觉自己好像在瑞士，超有氛围感。最后我们又来到了何家寨，在最高处重新把南湾湖和鸡公山收进眼里。这里虽然也有天空之镜、无边泳池这种网红设施，但是好山好水可是网红造不出来的。你真的很难想象河南还有这样一块宝地，真的是来了你就别想着回去。夏天傍晚，我都会期待上课的蝉，嘿，把星星都吵醒。当然了，不想让我走的还有信阳的粉丝们，给我发了爆炸多的私信，让我去吃好吃的。那这个面子我必须给，所以什么故事、鹅块、罗山大肠汤，咱们就放到下期再讲，专门出一个信阳美食合集，敬请期待。在期待不如活的今天很自在。我说我懂了，会不会太快？未来第一天要展开。我抽机票盲盒抽中湖北荆州了。
荆州这种地方呢，就是名气特别大，但是你好像从来也想不起来要去一趟。所以既然抽中了，那就去看看吧，看看这座千年古都现在长什么样。刚出机场我就觉着这地儿看起来挺发达的呀，道路宽阔又整洁，高层建筑一排一排的矗立着，密度特别吓人，就连小吃街也是商业化气息浓重。但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找到了一家本地的中老年人排队最多的店，叫圆豆泡糯米。一开始我以为这糯米饭是直接吃的，结果人旁边人告诉我说要把它扣进去。圆豆泡糯米吗？得这么泡着吃。我一尝，哎呦，还真挺好吃的，提溜提溜的，又有肉又有豆又有米，吃2口我就要饱了。本来已经打算走了，我又看上这个汽水粑粑。我说这汽水粑粑是用汽水做的吗？那个锅砂鹅水往变成一滴，它是产生气的，上面是蒸熟的，下面是煎熟的。谢谢您。吃完这个呢，我也是一点儿都吃不进去了，于是我就买了根大菠萝，准备去看这个荆州古城。说实话啊，因为我历史不太好，所以这古城咱也没太玩明白。但是吧，站在古城墙上往下看，荆州城确实还挺美的。来逛古城的也基本上都是大爷大妈，在城墙上散散步，或者看看老年团拼个字儿啥的，感觉还挺恬静，挺有意思的。玩完古城呢，我们说去长江看看吧，找了一个地儿叫宝塔湾。一开始还觉得这地儿挺破的，但回头一看，面朝大海，看潮涨。哇，真的被美飞了。晚上吃完了这黄家堂米粉呢，我们就开车去了监利，准备第2天起个大早去喝这个早酒。还不到早上7点，这么小的一个馆子里面就坐满了人，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着一杯小酒和一个特别简易的小火锅，里面煮着什么肥肠、牛杂这种下水。我说这监利人也太彪悍了吧，大早上起来就喝白酒。我说我也试试，结果那老板娘还不乐意，她非说其他人喝那2块钱的白酒不好喝，要让我喝那5块的、10块的。我说不，我说这怎么还强买强卖呢？结果老板娘说我送你一杯。中午的叫的松一点的喝，松一点的喝。这个就挺好，挺好喝。哎，对，这可以的，这个可以吧？早不早了？谢谢，不少。嘿，还误会人家了。我说老板娘人真好，我就抿了一口这小酒。还没给我撅过去，本来我都困得要死了，一下就精神了。要是再有点辣辣的下酒小菜就更好了。还好我自带了这个卫龙新出的麻辣，它都是独立包装，出门带着很方便，还没有反式脂肪酸，是地道的四川麻辣味。2种口味的辣度还有分级，辣的很有层次，一口小酒，一口麻辣，超级上头，辣味还相得益彰。吃到最后身体还暖暖的，怪舒服的。然后吃完早酒呢，我们就又去了洪湖，就是洪湖水浪打浪那洪湖，那就和歌词里写的一样，四处野鸭和灵藕，怎比我洪湖鱼米香。只不过现在这个季节没有莲藕，就只能吃到藕带。吃饭刷着手机呢，我在同城刷着一大哥站在那莲藕池里边，我突然觉得这挺有意思的，我也想挖，我就跟人联系了一下，结果他特热情，让我们明天早上就去找他带我们挖藕带。于是第2天一大早，大哥就拉着我的手走进了这个满是淤泥的荷花池。哇，这淤泥里边真的是非常难走，走着走着就陷进去了，大哥还得拉我出来，我也不会挖，他就又手把手的教我怎么分辨哪个是藕带。后来我就慢慢学会了，而且他揪上来在水里涮涮就可以吃。我说这泥水涮的能吃吗？大哥就说你别看这底下是泥，上面的水可特别清澈，甚至可以直接喝，夏天小孩还能在里边游泳呢。上岸之后，大哥又说一定要安排我们再吃一次早酒。边吃边唠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早酒这个习惯是因为江边的船工上夜班辛苦了一夜，天亮了喝点早酒驱寒，回家好睡觉。感觉我们自个儿觉得人一大早吃的那么彪悍，那么硬核，人家吃的是夜宵。然后我才明白，其实各种文化你真的得走近了去细看，你才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原来还老有人跟我说湖北人特别霸道，特别强势，但是你真的接触了，你才知道人家就是热情好客，而且一定要把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因为大多数东西确实只有本地人才知道。离开荆州的时候我还怪舍不得的，但后来转念一想，下次再来就有大哥罩我。大哥说他们家还有一个3000亩的荷花池，还让我带我的粉丝一起来，怎么着，走不走？